所以在这种时候啊，中国一定要站出来说话，要呼吁和平，推动缓和局面，一定不能让全世界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向战争和冲突的泥潭。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啊，我们说的是中国开展全球外交，呼吁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过去的几天呢，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与阿尔及利亚、埃及、巴基斯坦和赞比亚等国的外交部门呢进行了沟通。这些国家都表示支持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反对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件事情呢，居然引起了西方媒体三溜溜的评价。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给中国的政治压力太大了，中国只好去第三世界国家那里寻求外交支持。不得不说啊，西方媒体如此的短视和浅陋，可以说是完全被偏见蒙蔽了双眼。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就曾经讨论过，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不同意制裁俄罗斯，有超过一半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同意制裁俄罗斯，这充分的体现了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啊。但是考虑投票国家的数量，确实是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按理说啊，比较小的国家更不应该轻易站队了，不要轻易选择站在一个大国的立场上去反对另外一个大国。因为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即使是经济上、政治上遇到一定的困难，它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以及军事干预能力，都不是这些小国能够轻易挑战的。更何况俄罗斯也是一个情报或秘密行动的大国，如果那些体量比较小的国家真的把俄罗斯惹火了，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这么多发展中小国站在美国一边去谴责俄罗斯，其中甚至包括柬埔寨，应该说事态啊挺严重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原因很简单，美国他喜欢在提出某一项投票之前呢，对发展中的小国进行威逼利诱，用诸于经济援助、联合国的议程，甚至一些潜规则来要求这些国家必须站在自己的一边。那多数发展中的小国因为种种原因，缺少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很难在这样的威胁面前呢把持得住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应该去责备他们。说到底，这个世界上两度让美国吃大亏的也只有我们中国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不能对这些发展中的国家置之不理，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受害者。很多国家对美国是敢怒不敢言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展国际外交活动，对有关发展中的小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他们争取到正义的一方阵营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从目前乌克兰的局面来看呢，俄罗斯很难迅速的实现军事上的胜利。而美国的国会啊，已经批准了高达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英国也已经宣布了要向乌克兰再提供5000套反坦克武器。我们相信啊，在美国的带动和催促之下，北约国家还会继续用军事援助的方式来支持乌克兰政府。更有甚者，波兰已经提出向乌克兰的利沃夫州部署1万名北约部队，这些都意味着乌克兰战争长期化的可能性呢是存在的。围绕着乌克兰战争的联合国的活动和政治斗争呢，也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尽量的争取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国一起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不做火上浇油的事情，形成一种态势和呼声，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绝不是一些西方人所说的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不会给中国一条轻松的出路，中国要谋求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实际上，自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美国何曾给过中国什么轻松的出路啊？美国对中国直接动用过武力，长期从事过情报和颠覆活动，每隔几年就要找出新的借口来实施制裁和禁运，甚至在海外绑架中国的公民。有没有乌克兰问题，中国也绝不指望能在美国那里找到什么轻松。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中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在全球的穿梭访问，不能仅仅看作是对于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也是为了防止这个世界滑向更加危险的深渊。美国在联合国挑起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激化矛盾，在全球制造更大的混乱和冲突。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世界各国变得不安全、不稳定，让资金、人才逃往美国。所以在这种时候啊，中国一定要站出来说话，要呼吁和平，推动缓和局面，一定不能让全世界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向战争和冲突的泥潭啊！这句话就说到这里。